强者之所以能称为强者，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个世界只有一条规则，那就是丛林法则。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丛林法则，可以去看几集动物世界的纪录片，相信你很快就会懂。人类社会和动物界有着相似的本质，那就是弱肉强食。在这种规则下，感情没有立足之地，道理也没什么用，甚至对错都不重要。狼要吃羊，羊跑去跟狼讲道理，谈对错，诉感情，有用吗？狼吃羊之后会遭到报应吗？不会。狼吃羊就是自然规律，就是一种公平。你是羊，就注定要被狼吃掉，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信奉强势文化的人懂得遵循这个客观规律，所以他们不会被世俗的眼光、道德规范或是儿女情长所束缚。他们在灰色地带里全力奔跑，拼命让自己变成狼，因为他们很清楚，如果自己变成了羊，身边的亲人、朋友、爱人可能也会变成狼来吃掉他们。而弱势文化则是一种依赖性很强的文化，这种文化喜欢把自身的结果合理化，归咎于外部因素。古代民间流传的文化总是强调天皇在上，等着救世主来拯救自己，说白了就是等着天上掉下好运。传统观念的症结就在于一个靠字，在家里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靠上帝，靠菩萨，靠皇帝，总之什么都可以靠，就是没弄明白其实只能靠自己。强者往往是孤独的，他们谁都不信。所谓的社交，在真正的强者眼里根本不存在，他们所谓的交往不过是为了获取利益。有利益的时候就有感情，没利益的时候就不该有感情。你是不是觉得这话听起来很刺耳，甚至接受不了？这是因为你骨子里的文化属性在影响你的认知和判断。如果你读到这里觉得内心不舒服，说明你的文化属性偏向弱势文化。别急，我后面会讲到文化属性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它会左右你。刚刚说到有感情才会有利益，这是自然规律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它就在那里。我知道你可能会说，你现在对你父母很好，并不是为了什么利益，但假如你父母有亿万家产，你天天守在他们身边，他们把钱都给你，你会不会对他们比现在好10倍？再问你，你现在是对孩子好，还是对父母好？为什么你会对孩子更好？再想想，你生孩子是为了让自己开心，还是为了让孩子开心？孩子长大后，你跟他说，妈妈把你生下来，辛辛苦苦养大你，你要孝顺妈妈。这话听起来很伟大，但真相是什么？你生孩子是为了让自己开心，养孩子也是为了让自己开心。不管你承认与否，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，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吧？然后你要求他在你老了的时候孝顺你，不也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吗？从头到尾，你生他、养他、让他孝顺，都是为了自己开心。除了这种自私，里面有多少感情可言？也许你看到这里，已经觉得无法接受，认为我是个冷血的人，对吧？那我告诉你，强势文化的人就是这样思考的，因为他们接受规律，而规律本身就是残酷的。所有能长久的感情背后都有长久的利益支撑。我敢承认这一点，而你不敢。你身边的大多数人也不会承认，甚至会愤怒地反驳。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本来就是对立的。弱势文化相信感情比利益重要，天天嘘寒问暖研究感情，到最后没有利益，感情也就没了。这时他们就开始哭天喊地，说自己遇人不淑，碰上了白眼狼，然后怨天怨地怨朋友，就是不怨自己。在一个家庭里，谁成了受害者，谁就是没用的那一个，简单说就是废物。强者不会给别人伤害自己的机会。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强势文化，因为他们相信普世价值观，相信人性本善，相信好人有好报。但这些不过是理想化的幻想，事实的真相往往残酷无情。
就像一只小兔子待在充满毒蛇猛兽的丛林里，看到一片花朵，就天真的以为这是一个美丽的花园。天堂到底在哪里？弱者永远没机会到达那里，而强者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天堂里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